中代越变态，火箭越可爱。这你敢信？在小特的赛点局，不仅要秀对手以引为傲的准头，还要秀自己无人能及的大心脏。而这一局的难度，更是直接逼得火箭18般武艺全上。这是2019年巡回锦标赛，拼尽长台的火箭却丝毫开心不起。现在不仅红球互相牵制，高分彩球也全都贴死在库边。看来火箭乱局之王的称号，今天怕是保不住了。眼神坚定地看了一眼黑球，上手就要祭出自己的 K 球绝技。小特瞪大了双眼，准备偷师。看一下，传说中的指哪打哪，火箭的 K 球永远不会让人失望。现在不仅红球可以继续进攻，也可以成功将黑球复位，但是随之而来又是第二个难题：复位后的黑球左侧有红球干扰，火箭这一杆要留出合适的角度打红 K 球。就是直接蹬起来 K 黑球左边，我觉得会更好。这就太要命了，没能顶开左侧红球，那现在没有任何彩球可以衔接，无奈只能转入防守。但是对于火箭来说，防守也可以带着满满的进攻性。带火粉球和蓝球是为之后的清台做好布局，但是还能同时用绿球做上斯诺克，脑子里有想法，手上还能完美变形，能同时兼顾好看而且实用，这就是火箭对斯诺克的极致追求。领先的小特反而露出了紧张的神情。作为唯一一个对阵火箭战绩不落下风的球员，他已经是无限接近天花板的存在。干姐轻贴看什么效果？人算不如天算，母球从缝隙滑了下来。其实理论上来说，这杆的防守效果不错，但是偏偏对手就是火箭，哪怕留下1%的机会，他也要把进攻进行到底。中代老妖怪就是喜欢杀人诛心，你以准度为傲，我就要用准度跟你对拼。你如果擅长防守，我也可以撕裂你的中盘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一流高手见到火箭就不会打球的真正原因，他是真的往你心窝里揍。漂亮的一打一 K， 这个中代可以继续进攻，但是为了更好的简化局面，火箭继续选择连打带 K。但是天不遂人愿，黑球现在已经没有进攻的可能，唯一的蓝球又成了火箭续命的良药。这种时候拼一杆是需要去考虑的。嘎嘎准！如果不看比分，真的会以为火箭是占据绝对优势，才敢打得如此不计后果。小特都直接懵了，难道这不是我的赛点局吗？50。现在看库边那个红球打算怎么想？他比划的位置可能想红 K 红，把它带一下。因为已经有蓝球了，所以带一下可以考虑。没能 K 到黑球，火箭很自然的挠了挠头，因为这个红球角度留小了，最右侧的红球还有变数。这就是火箭，直接给后面的裁判干懵了，脑袋里飞速运转，有没有哪条规则给他判一个嚣张之罪？这如果换其他任何人，估计最少都要给一个禁赛的处罚，也只有火箭才能让这一切看起来理所应当。非常罕见，这种真的很罕见。一般鞋带松了回做位技，他是直接踩在桌子上。说的话，这种贴底裤的黑球 K 是难 K， 只能去试。第一杆抢左，再看一下。很可惜 K 的太正，但是火箭第一时间却是来看中代角，难道他的眼里真的没有极限？只要不是贴底裤，会有球的。没打进应该更合情理，不然这样下去，谁还跟你玩球？40比39，真正到了拼刺刀的时候，虽然小特目前领先一局，但是他却肉眼可见的紧张，这可能就是火箭独有的王者压迫。强如小特也有手软的时候，力量上的失之毫厘，可能结果上就会差之千里。这个球防漏了吧？看起来是能打的这个球。特鲁姆普蹬了一下杆，那一定是能打的。连打带防的一杆，绿球留出一个大角度，
想要链接黄球，母球必须一个大绕台，考验火箭控球的功力。低杆的右塞看一下效果。白球贴库，如果这个黄球是直球的话，绿球就非常难受了。有一点向上。出杆后的火箭直接立正，不过力度还好。绿球还有中带，又是一杆难度球。中带是不会被粉球挡的，这个没问题，并且角度向下，咖啡球也能做得比较舒服。中低杆去打。漂亮！这一局火箭不仅展现了强大的技术、无敌的大心脏，还有桀骜不驯的性格也都淋漓尽致。如果你也喜欢火箭，那这一局绝对不容错过。打进篮球，完成超分，而接下来的决胜局，两个人更是打出了史无前例的金子。这是连火箭也无比紧张的时刻，因为这一杆下去，塞尔比的封神之路。And you saw the cue ball jump, but then all that topspin kicked in and hit this as sweet as a nut, which is more than I can say about his last shot. 这恨不得击穿母球的发力，塞尔比这一杆带着壮士赴死的决心。He wanted to be on a different angle on the black than this. 关键球来了，这一杆红叫黑必须预留 K 球的角度，能否一杆带走比赛，就看尔比兄的控球到底几斤几两。好球，母球落点非常舒服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就看 K 球这股东风能否助赛大师一臂之力。效果虽然不是太好，但是也谈不上太差，毕竟右侧的红球还能继续进攻，那就还有清台的可能。不足以致命，虽然红球还能强拼长台，不过回防线路有黑球的干扰，塞尔比断然不会做局面失控的买卖。56比26，火箭领先30，而且还有红绿贴库的优势，整体局面还是塞尔比更加被动。给赵欣彤一个长台机会，他可以360度无死角覆盖，漂亮。但是给塞尔比一个做球的机会，他也能防得滴水不漏。斯诺克最强的矛与盾之争，究竟谁能更胜一筹？塞大师出手就是王炸，这杆斯诺克真是杀机四伏。被超8分的他，如果赵欣彤被罚一个自由球，那就能瞬间挽回劣势。你一旦加力的话，解不到的话就自由；你不加力的话，不管解到解不到，还是一个好的斯诺克。所以这杆啊，挺麻烦的。完蛋了！虽然赵欣彤没有选择大力去解，但是局面仍然非常严峻，不仅被罚4分，最要命的是母球这个落点，还要继续被做一杆。还是去贴这个咖啡。塞大师做球太狠了，轻描淡写的一杆，彻底将母球藏死。相比上一杆，难度有过之而无不及。而比兄脸上转瞬即逝的笑容，看来对这一杆非常满意。现在压力全部给到赵欣彤这边。是不是提到了海？太残忍了！单论防守，这真的有点大人欺负小孩的意思。塞尔比连续2杆斯诺克直接追回超分，如果能够清台，就可以和赵欣彤最后抢黑。但是现在黄绿全都贴库，想要一杆拿下也绝非易事。哦，这线路出偏差了啊！是在那边放了一个带脚，没回来。大家仔细看啊，这个主要是主球。在这带脚吃了一下，突发的意外，塞尔比现在只能选择粉球，那就意味着赵欣彤还有1分的超分优势。不过就算刚刚能叫到黑球，而比兄看赵公子如此好欺负，大概率也是会选择继续做斯诺克罚分，而不会选择难度更大的清台。如果最后还要争黑，准度上他肯定不如赵欣彤的。
太疯狂了！抬手又是一杆斯诺克，不过这杆难度不大，赵公子应该是有办法应对的。漂亮的扎杆轻松化解，而且顺势将绿球带回。现在只要给赵星彤漏一个机会，那他就能依靠准度带走比赛。蓝球来做，或者黑球。姜还是老的辣，而比兄看中了黑球的绝佳位置，用进攻黄球作为过渡，将母球尽可能的靠近绿球。大家看啊，这个离绿球一近了，你的杆法就容易做得很精细。是选这个黑的啊，薄球两库，要黑球。很可惜，塞尔比这杆没能如愿。如果力量再大一点，贴死黑球，绝对又是一个得分点。赵星彤对线路的理解真心稚嫩，只是简单的拉开2颗球的距离，难怪火箭让他花50万去找角度大师马努斯好好深造。现在尔比兄又迎来了一个机会。导播给的这个线路啊，还有塞尔比。这就是赛大师的硬实力，不仅眼里有活，而且脑子也行，最重要的是手上还能变形。又是一杆满分的斯诺克，长台能够精确到这种效果已经非常厉害了。这样解的话，解不好是会漏的啊。这个因为绿球右侧底带是有，这样解就会漏了，解不好。没有意外，赵公子再次中招。现在尔比兄分数够了，只要轻抬就能完成逆转。但是接下来要拼进攻，一旦失误留下机会，那赵星彤的准度也不是吃素的。哇，真危险啊！尔比兄拼得很凶，不过准度这块确实不如防守强悍，但是架不住人家有运气帮忙，强拼失误不但没有漏球，还意外的形成一杆反漏，这怎么也解不完的斯诺克，着实让赵公子一个脑袋2个大。麻烦。漏得非常彻底，这就是职业比赛的残酷。纵然你有无以伦比的准度，但是对手就会在你的短板狂轰乱炸。如果此时一旦内心出现波澜，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打怎么不顺。斯诺克这一点跟拳击很像，想要揍人之前要先学会挨揍，而赛大师就是扛揍的典范。哎，没有做到啊，这个很明显碰到篮筐。而比兄这杆失误了，母球意外撞到篮球之后，留下了超大角度的咖啡球。是选择勇敢的强拼，还是更稳妥的防守？赛大师还是要谨慎的长考一下。看来导播还是猜不到尔比兄的心思，给了一个进攻的画面，塞尔比却选择了防守。但是这杆效果不好，咖啡球是有一个长台的机会。刚刚这球呢，但是他肯定是考虑过啊，曾经考虑过说往里打的这种效果，否则的话这球也没什么好想的嘛。漂亮！终于英雄有用武之地，这360度无死角的火力覆盖，确实让人防不胜防。太硬了，双重暴击之下，塞尔比已经被超10分。最后的粉球，赵星彤选择防守，而比兄也痛快的选择认输。他最好的那个机会呢，出现在那个远台的绿球，